感谢阿米洛樱花键盘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怎么又是樱花键盘？因为这次是蓝牙版啊，蓝牙版，晓得不？键盘艺术家阿米洛。掉线有时是在连机开黑之中，高频延迟，掉线漂移，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又掉线啦？想把网络连起来，骑游牌连机宝，安装简便，效果拔群。又掉线了，试试连机宝，把掉线的连起来。他好，我也好。骑游连机宝。这周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就这玩屁，我是聂居。过了只狼之后，现在又进入了个游戏淡季啊，我们会仍然聊一些最新发售的游戏，但是其中会间接性的穿插一些老游戏来回顾啊，因为有些老游戏确实非常值得我们一再回味。之前我们做了一期有关太空游戏主题的视频，大家的回应都很高啊，说明我们的确非常期待太空大探索时代。但是现在呢，我们先收敛我们的幻想，回头看，在过去的500年左右，我们也有过一次太空大探索的 1.0 版本，那就是我们地球的大探索时期，地理大发现。或许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会更让人神往啊，大航海时代。所以没错，我们这期聊聊光荣曾经最荣光的游戏之一大航海时代系列。其实这个系列的视频呢，我早就想做了，因为至今我仍然经常想念那种游戏体验，但是至今都再也没有找到过可以替代这个系列啊，或者说可以延续当时游戏体验的游戏。现在来看，大航海时代这种体验的游戏，在现代似乎已经绝种了。而我对那个时候这个游戏的怀念呢，我想喜欢这个系列的玩家一定都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啊。但是毕竟20年过去了，许多新生代的玩家呢都没能接触，而且又碍于画面分辨率之类的问题，体验非常不好啊。我甚至希望光荣可以炒个冷饭，把一些老游戏提升一下分辨率，放到 NS 上面也好啊。但他们就是不非常有骨气啊，专注于三国无双。而对我来说，我之所以喜欢这个系列，很大原因是这是我记忆中最能体现全球观的游戏，同时也是我记忆中最有温度的游戏啊。注意哈，是最有温度，而不是最温暖的游戏。那怎么理解这两个感觉呢？今天就通过这期视频，给没有玩过该系列的玩家分享一下这个最有全球观和最有温度的游戏。大航海时代系列真正奠定经典地位的是第2代，而影响最大、市场反响也最好的是第4代，而第5代嘛，最后再吐槽。那本视频也以第4代的威力加强版为主。什么是威力加强版？你可以理解为那时候的全 DLC 版。但想了解这个系列为什么我认为是最有温度的游戏，还要从盘古开天辟地，也不用那么早啊，从系列的第1代说起。1991年，光荣在 F7 上发布了大航海时代的第1代。在此之前，光荣的游戏多是擅长的策略类游戏，比如信长之野望，从日语翻译来看，读信长毋庸置疑，以及三国志这个至今为止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中国三国背景的日本游戏。这些策略游戏的共同点是，玩家控制的是一个大的势力，而那时候随着勇者斗恶龙的成功， RPG 游戏越来越火热。因此，光荣也想分一杯羹呐。他们开发的第一款带 RPG 元素的游戏《维新之蓝》注意，这只是带 RPG 元素，还不是真正的 RPG。但历史题材、策略游戏还带 RPG 元素，这种组合即使现在看来也挺有意思啊。因此，《维新之蓝》在当时是备受好评，这让光荣做 RPG 的信心大增。老子就是历史题材界的艾迪克斯啊！弹幕演员又要问了啊。既然大受好评，为什么没有续作呢？其实是有的，不过是以精神续作的方式换了一个题材和名字，它就是之后的泰格利之传不过这是另一个视频啦。既然维新之蓝证明了 RPG 元素有搞头，光荣就正式撸起裤子开始干了啊！他们创立了一个新企划，叫 Recoalition， 这个英语单词莫名其妙啊！它其实是把日语光荣的罗马音 Koei， 也就是公司的 logo。
插入到 recreation 这个单词里面，变成了 recreation。好，他们认为，既然 recreation 是重新创造的意思，那 recreation 就是光荣重造，以此来明治这个系列和之前的策略游戏，甚至和之前的所有游戏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个系列是融合了历史、策略、经营、模拟和 RPG 元素为一体。而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大航海时代1》，所以在系列历代开头都能看到 Recreation Series 的 logo。另外，《泰格利之传》也是这个企划里的，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在系列开头看到这个 logo。这个脑洞很大的古怪的单词，还是可以看出当时光荣的决心啊！可是我不得不吐槽的是，实际上英文里的 recreation 并不是重造的意思啊，光荣有点想当然了。当航海时代第一代出来之后，就让业界大吃一惊。好，这个游戏非常的完整啊，游戏是以单个主角为视角，像个 RPG 游戏一样，玩家有成长属性，有简单的装备系统，而地图却囊括了整个世界地图。这可是比大神席德梅尔的海盗的地图还大啊！玩家可以在整个世界的任何港口之间往复，在不同地区之间倒买倒卖做生意，为自己的舰队打造船只和武器，登陆沿海的陆地，探索未发现的城市，用船坚利炮打开敌对城市的封锁，在海上和海盗登船厮杀。同时，主角还有相当丰富的主线剧情。虽然每个系统都比较简陋，但这已经基本涵盖了现在航海游戏的大部分内容，而那可是在28年前的 FC 上啊。自然，大航海时代不负 Recreation 之名，一炮走红。光荣自然心花怒放了，趁热打老铁呗，第二代走起呗。不，接着在2002年推出的其实是另一个小组同期开发的《泰格利之传》，而大航海时代2只要等到3年后的1994年才推出。要知道，大航海时代1发售之后，他们几乎是立马开始第二代的开发。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画面，那样的素材量，一个游戏开发了3年，那可是相当长的时间呐。这都2倍于圣歌的开发时间了。哎，你们怎么又拿圣歌来做度量单位啊？讨厌！但付出总是有回报的啊。大航海时代2成为了系列的最经典、评分最高之作。如果说第一代仍然显得小众，那第二代就是当时的现象级作品了。相信我，真的是现象级，几乎每个玩家和杂志都在讨论，比现在的《只狼》还火热。第二代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新城市、大量新的交易商品，完善了海战系统，加强了角色升级。更重要的是，把可扮演的主角从1个增加到了6个，这一下也加的太多了吧，比圣哥的职业还多啊！哎，够了啊！这6个人有男有女，各有不同的身份背景，来自不同的国家，也有自己丰富独特的剧情。他们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海上霸主。这同一个目标让他们产生了联系，因此这些剧情在游戏中还会穿插影响。玩家在扮演其中一个的时候，是会遇到其他5个的。你们想想看啊 ，RPG 游戏6个主角6条主线，也就光荣独创了这种策略加模拟加 RPG 的系统可以做到啊。除了自家后来的《泰格利之传》，就算到现在，有哪个 RPG 能做到，对吧？还有谁？不好意思，我八方旅人不服。这个嘛，对了，这6个主角在现实中都是有原型的哦。其中来自英国的施掠舰队船长奥托，你不要无视我。其原型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盗法兰西斯·德雷克，这也是当时非常吸引人的卖点哦。而且除了这些主角，还有很多配角也令人印象深刻。用那些影评人的话说，就是角色塑造的非常丰满。总之，这一代就是厉害惨了啊，市场呼声极高。光荣自然是心花怒放呗，趁热打老铁呗，第3代走起呗。又隔了一代泰格，又过了2年，大航海时代3带着光荣的巨大野心发售了。但这个野心差点让光荣砸了招牌，差点提前成了暗荣，而这个经历也影响了系列之后的走向，因此这一代值得好好说。光荣的野心是什么呢？他们的老本行不是做历史题材的吗？中国的三国、水浒，日本的战国、明治维新等等，这些历史题材都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而大航海可是全世界的事件。前2代基本都是幻想的剧情，但这次光荣的野心是利用这个 IP， 尝试在游戏里重建全球范围的历史，以便他们以后进军更多文明的历史题材。加上当时登陆了刚问世的 Windows 95，游戏的表现力和解析力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因此第3代就从幻想冒险风格变成了严肃拟真风格。这
这从第3代的封面和游戏的画面都能感受得到。游戏也不再有设定好的主角，而是玩家自行建立角色，并且只能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这2个当时海上霸权国家里选。这个设定问题可大了，等会再说。游戏的难度和玩法也变得更加真实，比如一开始玩家是没有自己的船的，需要自己找赞助商投资，非常真实的还原了当时航海家拉投资出海的情形。游戏也不再可以随时存档，只能在本国所属的港口存档，也是为了还原当时海上大国给航海家所带来的支持。总之，这些非常硬核拟真的设定，都是为了还原真实大航海时代的各种情形。按理来说，硬核拟真虽然会减少一部分受众，但也不算什么大事啊。而且游戏的游戏性也确实非常扎实。但问题就出在当时处于巅峰时期的光荣，傲慢地忘记了历史并不只是过往的故事。如果只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比如三国，比如战国倒也没什么问题。但一旦涉及到了全世界多民族，那历史的伤疤就会再次隐隐作痛。刚才不是说这代玩家只能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选择吗？因为这2个国家是开启大航海时代的代表国。然而，虽然我们现在称赞大航海时代，称其为地理大发现，盘点其对全球化的贡献，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推动等等，但那是后人从宏观角度来看待的。而在当时，大航海时代可是非常血腥和野蛮的。2个亚国家在美洲大陆的血腥行径，给美洲带来了近乎覆灭的灾难。后来居上的欧洲海上霸权们在亚洲的殖民、强制传教和资源掠夺也同样野蛮无比，就连日本自己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和压迫。也就我们明王朝当时足够强大，不被欺负，但同样也没捞到好处。因此，游戏为了真实还原历史，竟然有许多即使在开明的国家也显得过于争议的设定。玩家可以侵略扩张，可以血腥征服，可以不公平交易，可以买卖黑奴，可以攻打阿兹台克、印加帝国，甚至摧毁整个美洲本土文明。虽然说游戏只是游戏，不应该和政治挂钩，但也有个底线啊。借鉴那个时代的历史可以，但真的过于还原当时的血腥，并且还不是以批评的角度，而是以鼓励的角度，就真的让人不舒服啊。我们可以在作品里重现抗日战争的残酷血腥，以铭记这一黑暗的历史时刻。但我相信全世界范围内应该没人敢做过游戏是扮演日军然后来入侵屠杀的吧。别说什么艺术创作自由啊，就算在美国全境封锁2里可以让华盛顿暴动这没问题，但如果做一个开客机撞世贸大厦的游戏，美国绝对不会同意。而大航海时代3就等于触犯了这条禁忌。还原历史是很好的方向，也是光荣早期坚定执行的信念，但过于傲慢的光荣让他们一下子忘记了历史的伤疤可以抚摸，但不能强行扒开。因此大航海时代3不管是英文版登陆海外市场，还是中文版登陆国内市场，都受到了巨大的障碍，被要求各种修改，拖了很长时间，错过了最火热的时期。即便最后各版本都有一定的修改，依然给玩家带来了不舒服。就算在日本本土上，对这一代的争议也是沸沸扬扬的。这一下差点把光荣打入了修罗道。因此光荣在第4代做出了悔改的态度，他又回到了虚构的剧情、幻想风格的气氛，让多个主角尽可能的覆盖各个文明，而不是像第2代只有欧洲国家。还原历史背景的同时，淡化了被压迫的血腥事件，而是致力于讲述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建立自己的事业，获得尊重。因此大航海时代4成为了这个系列最完整、最有温度也最让我们回味的系列。1999年大航海时代4发售了，随后又推出了更加完善的威力加强版。视频后面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默认为威力加强版为主。虽然并没有在系统和玩法上有大的革新，但有了前3代和第4代原版的基础，这一作成为了可能是至今为止20年过去都仍然是最丰富的航海游戏。它不像海商王那样周而复始在跑船经商，不像席德梅尔的海盗那样疲于应付不停歇的战斗，不像东印度公司那样只能经营和扩张。在大航海时代4里，基本囊括了那个时代一个航海家所有我们想体验的行为。虽然这些系统前几代也有
但是我刚才几乎就没有怎么说到玩法，所以对于没有玩过的观众，我们就以这一代来聊聊它的游戏性。我们可以从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7个主角里选择自己喜欢的明朝小姐姐，然后欣赏极为精美的过场动画，了解人物的身世背景，之后跟随命运的安排，开始了我们的航海之旅。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船并不是一个游戏里的载具而已，玩家需要认真的理解它，并把招揽来的船员按照每个人擅长的能力合理安排到船上的每一个舱位，这让我们对每一个能遭受到的船员都无比重视。然后还要配置足够的水手，准备足够的粮食和水。在20年前，对一个12岁的小熊来说，船是怎么运作的，船的内部是怎么样的，根本就像黑洞一样无法认知啊。但这个游戏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船的甲板下面还会划分出那么多的房间，知道了每个房间各自的用处。这是学校历史课堂上历史课本里即使讲大航海时期也学不到的知识啊。乘着友谊的大船，我们可以探索和造访沿海的各个港口，这些港口都是现实真实存在的。古香古色的大阪，车水马龙的雅加达，非洲的底端开普敦，迷雾城市里斯本，地中海的明珠热那亚，当然还有我们宛如天堂的杭州，宛如天堂的泉州，宛如天堂的澳门，宛如天堂的宜州，天朝上国嘛，没问题。甚至我们还能参与开辟一些新城市的历史时刻，比如开辟中国的淡水，韩国的釜山。我们可不只是象征性的在海上停留一下，玩家是可以真的登陆这每一个城市，在城市里面有各种相关的建筑和人物与玩家互动。当然那时候的机能加上200多兆的体量，不可能每个城市都不一样，而是以地区来区分风格。但即便这样，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每个地区完全不同的风土人情。特别是游戏里的音乐不仅完美的烘托出当地的气氛，而且每一首音乐都极其耐听，经久不衰。直到现在无意中听到这些 BGM， 内心都会升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和想念，好像这一款游戏已经和真正的历史一起有了一层温润的包浆。不信看看上个我咬了舌头的视频的弹幕就知道了。游戏的航海系统并不复杂，控制船只相对简单，但即便是这样，游戏的航海系统做的也并不简陋。为了能在游戏里愉快的航海，玩家会像个真正的航海士一样，自然而然地记住一些航海技巧，而这些技巧很多真的是来自现实的地理知识。比如东南亚为季风气候，向北上航行应该选择在夏天，而冬天向南航行则会更快。利用好这点对做生意有很大的帮助。而北海和波罗的海附近则是常年盛行西风，向西走总是更快。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海域在上半年会刮东北信风，如果逆风从非洲回到拉丁美洲，有时候可能还不如绕地球一圈来得更快所以我会选择沿海一边做生意一边绕地球一圈来回到南美。而到了下半年会变成东南信风，直接半迎风的回非洲会更快。不过非常可惜的是，第4代的这些地理知识并没有第3代来的细致和真实。毕竟第3代是以更加写实、更加硬核、更加注重探索为主题，所以在全球气压模拟甚至洋流的模拟上都更为真实。第3代的港口也更多，甚至有不少内陆城市。但可惜第3代因为口碑销量不佳，这种思路被削弱了。所以如果想更细致的在游戏里学习地理，第3代可能会更加适合。第4代的很多气压模拟被简化，甚至存在一些错误但即便如此，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通过第4代大致的了解全球气候风向的变化已经完全足够了。就算有错误的地方，也很容易在学习中甄别出来并进行理解。也是因为这个游戏，我也真正意识到了运河的重要性每次从地中海想要到亚洲，都得绕过整个庞大的非洲，而从加勒比海到北美洲西部，则要绕过整个南美洲这种痛苦深切地让我理解了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事实上，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并不知道这2个运河的存在，我只是内心觉得这2个运河所在的地区这么窄小，难道就不能挖一条水路出来吗？后来在地理课上知道了，原来后人真的挖了这2个运河，那种我当时也想到了的参与历史的快感，让我在课堂上兴奋得像个蹦蹦跳跳的乌鸦，然后我就被罚站了，扣手。游戏里各地生产的货物也和现实非常接近，
东欧的橄榄油、意大利的奶酪、希腊的雕刻品、法国的葡萄酒，都提醒着我们那时候的欧洲正处于强盛富足的时代。而非洲的黄金、象牙、咖啡、钻石、皮毛则证明了这片土地有多么的富饶。亚洲的陶瓷、丝绸、茶叶、漆器重现了中国古代的辉煌，而大量的银矿、翡翠、香料、辣椒、番茄、土豆、玉米、烟草、可可等等现在人们无法失去，在那时候简直是奢侈品的东西，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全世界霸权都希望争抢南北美洲那片新大陆，也让我们深刻理解了美洲大陆和其他大陆截然不同的自然面貌。游戏里虽然非常自由，玩家可以征战、探索、做海盗、做生意，但这些都是达成最后目的的途径啊！既然是航海游戏，那游戏的目的自然就是找到 One Piece， 成为海贼王啦！啊，不是啊，串戏了啊！游戏的最终目的是称霸西海。哎，怎么好像还是一样啊？那称霸每一个海域的时候，需要寻找当地的霸者之证。这个霸者之证可不是一张证书啊，而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历史古物，而且还有2个版本，一共14个真实的珍宝。比如东亚的霸者之证是秦始皇的长信宫灯和殷商饕餮文方鼎，北海的是威廉泰尔的弓箭，新大陆的水晶骨头，东南亚的吠陀本集等等历史上的珍宝都成了游戏里的霸者之证，记录着人类的文明兴衰。当然，大航海时代相比起其他航海游戏，最让玩家动容的是它是个 RPG， 以个人为视角，讲述每个主角各自跌宕的故事啊。虽然第10代已经淡化了历史的疤痕，尽可能让游戏显得更和平，但是主角们的故事依然暗示着那个时代的历史走向。明朝小姐姐李华梅实际上是戚继光、郑芝龙等等人物融合而虚构的角色，她的故事一方面展现了大明国曾经的强大，一方面也暗示着明朝即将没落的命运。而其他主角我不知道啊。日本信太郎的故事显示出了那时候的日本遭受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动荡和左右摇摆。印加帝国蒂亚的故事则仍然诉说着西班牙殖民军在美洲大陆的野蛮行径无法被磨灭。这些主角的故事把大航海这个在其他游戏里很宏大、很高度概括的感觉一下子拉回到每一个小人物身上，让我们能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上帝视角去感受历史。有踌躇满志，有坚定反抗，有承担使命，有自由叛逆，当然也有让我们感动的儿女情长。这是大航海时代乃至整个系列都与其他航海游戏最大的不同，身处大环境却从感受小人物出发。我不知道视频一路看下来会不会有人觉得闷的哈，好像在上地理课、历史课一样啊。但我个人和众多系列粉丝可是对这些回忆如数家珍。这个游戏从历史上让我们有了新的学习维度，火力交叉，进而对历史课和地理课上学到的东西更加深刻理解。这么多年过去了，课堂上学到的大部分东西都已经还给了体育老师，但和大航海时代有关的知识仍然记忆深刻，同时也埋下了我对历史和地理的浓厚兴趣。至今我都非常喜欢对着世界地图到处看看。从情感上呢，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地理大发现时期那种对新世纪来到的又憧憬又担忧的复杂心情，了解了既推动又野蛮的矛盾行为，更加理解了历史在不同立场的人眼里的不同解释，让我们能用更多的维度去观察过去，而不只是分个对错。总而言之，这样一款游戏囊括了航海、技术发展、贸易、历史、地理、人文、个人感情等等那么多因素，这即使放到现在也是不可多得的。虽然并不完整，但在这200多兆里，它已经容纳了整个世界以及那时候世界的基本面貌。20年前，一个熊孩子打开电脑、打开游戏，就能感受到整个世界的精彩，怎能不着迷呢？怎能让这个孩子对未来不充满期待呢？这就是大航海时代，一个能回忆起各种体验的游戏，一个能回忆起不同人生的游戏，一个回忆时能让人内心涌起一股热流并感受到温度的游戏。这个温度既是人情冷暖的温度，也是野蛮与鲜血的温度，是文明前进扩张的温度，更是历史之火种的温度。这是地球的温度。
这篇文案上个星期就已经写好了，因为咬到舌头无法录音的原因，这个视频被拖到了这周。在原本文案里提到了第3代历史的伤疤的时候，说到了一些回忆起来让人并不舒服的过去，甚至做了一些没有恶意的假设这本来没什么，但好死不死，前几天就发生了法国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如果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们的视频先出来了那最多会被观众调侃神预测乌鸦嘴什么的。而在这件事之后再放出来，尽管这个文案是提前写好的，但我自己看起来都有点过度消费，让人很不舒服的感觉。因此我们又修改了部分文案，重新录制。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对法国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对我们来说呢，是个让人心痛的事情。但毕竟隔岸观火，再心痛也不敢说感同身受。而且事实上与之相同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也并不少见不说远的，就说近10年，我所在的广州就拆除了好多上百年的老建筑，许多老广州人都对此非常惋惜。2010年清华大学的100年清华学堂被烧了一半。2014年香格里拉1300多年的独科钟古城基本被烧没了。2015年云南蔚山600多年的鼓楼烧成灰烬。2017年四川300多年的灵官塔被汶川地震震塌了之后修复还没修复好又被烧没了。这些都是天灾还有人祸。这几年短视频 UP 主们为了流量各种景点打卡，结果对环境和建筑带来的破坏远比这些大火要更多。所以巴黎圣母院虽然让我们心痛，但是也希望这件事情让人们明白，历史的痕迹不分国界，一旦消失就再也追不回来了，全人类都一样。而且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各位可能光靠回忆很难回忆起来，但是我们每周都要准备一篇文案，就有清晰的记录。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现实世界非常凑巧的事件，导致我要临时改已经录好的文案。从15年蝙蝠侠阿卡姆骑士的测评就开始，我本来想夸张的调侃下游戏里暴力团伙对城市的破坏，结果视频没出来，天津就发生了爆炸。再回头一看我的稿子，这 TM 说的还是人话吗？立马改重录。多年来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我不止一次分不清游戏和现实是不是交叉了。这不禁让我怀疑，游戏里面的虚拟世界真的仍然是虚拟的吗？真的和现实世界毫无关系吗？或许并不是这样。设计者们会把现实的趋势放进游戏里，而游戏里玩家的行为也会反映现实人们的心态走向，甚至跳出虚拟世界左右现实的行为。或许我们无法通过网线追溯到每一个上网的人，但是每一个网民也不再是躲在屏幕后面说话不用负责的神秘人物。虽然不会纠察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但所有人的行为数据交织出来的一个鲜活的群体，却一定会反过来影响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所以过去人们会把现实中不会做的事情、不会说的话、不会有的态度在网络上在游戏里发泄出来但现在如果仍然有这种想法，或许已经不再适合了，因为未来的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组成一部分这不巴黎这件事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竟然是一家游戏公司育碧就因为他们在大革命里几乎重现了整个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这其中就包括详细的巴黎圣母院的建筑数据。当然也有很多学术机构有着远比育碧更详细的数据，但育碧却的确是唯一一个把它完整 3D 还原出来的，这对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作有着巨大帮助。过去如果我们去巴黎圣母院，可以对身边的人说我在游戏里爬过这个教堂哦。等以后巴黎圣母院依照育碧的数据重建后，我们再去旅游就可以说我真的爬过这个教堂。现实和虚拟已经互相交织了只希望到时候你不要卡进墙里啊。